现场的同学手机，好，麻烦记得看一下手机。好，所以徐师还是要再广告一下哈。我们今年度基金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赛斯青年团的一个招募跟培训。那目前是定在15岁到30岁之间。好，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哈？那其中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常常会觉得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很迷惘的，很迷惘。举个例子来讲，昨天我们在医疗团队当中有一个讨论，就是有一个大4的学生，妈妈是一位中学老师退休，爸爸是一位医生。但小孩其实对念医没有兴趣，或也没那么爱念书，所以后来是就读某大学的机械系。那妈妈就想说，既然不成医生，那就干脆当工程师。可是孩子也对当工程师没兴趣。那最近突然迷上了健身，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心得，然后最近竟然考过了健身教练的执照，所以就跟妈妈说，他将来也不想当工程师了，想当健身教练。这下子全家就疯了，因为本来从医生到工程师，家里人可能也还可以接受，现在从工程师要变健身教练。当然我说今天这样并没有不好的意思，我现在讲的是一般我们的社会价值的那个期待的落差，真的也是对父母要很高的挑战，那对年轻人也是啊。好，那我想这类的孩子其实就非常来适合我们参加我们的青年团。那现在我们青年团的这个算总召噻，就是我们的佩玉哈。那为什么是佩玉呢？因为可能就是佩玉是所有的主任里面最年轻的嘛，我们也没有其他人了，其他人要来扮演青年团的总召，那年龄上可能就过不了这一关哈，所以只能让我们新北的吉祥物佩玉主任来担任这个重责大任。所以讲到年轻人，其实非常多的，我们讲心疼跟不舍好了。心疼跟不舍并不是在民国94年之后要开始服1年的兵役的，当年我们那个时代，我记得是还是2年的样子，还是2年哈。那我得先招任哈，徐师只有上成空令，我并没有服兵役哈，我得先招任。那我没有服兵役。那大家可能就要追问原因哈，因为当年大家都认为医学系的学生很多那种巧立名目来逃兵哈，但其实不是，我要先讲我不是哈。徐师有一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叫 PSVT， 阵发性心室上心搏过速。我有这样的一个遗传性的心脏病，简单来讲就是我的心脏多一条神经。再打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就是这个多了一个外环道啦，各位，就像我们市区有时候会塞车嘛，多开个外环道，所以我的心脏多一条神经，所以有时候在某种状态之下，
突然我的心脏的传导会走那条 shortcut 就是捷径。我大概在高2的时候发病，高2的时候，所以我的心跳，正常人一般心跳大概70下左右，对不对？我最高，因为走 shortcut 嘛，所以它会提前收缩。我的心跳最高曾经高达1分钟可以跳到250下，对，基本上大概在200左右，对，大概一般到200以上就会很不舒服，300以上就立刻昏倒，对，就是接近晕倒。哦，你是健身教练是吧？哇，你看他听就吓一跳，对不对？对，好，基本上心跳如果超过300会瞬间晕倒。好，因为心脏收缩太快，它没有办法把血压出来，所以当我这个病发作的时候，我的收缩压、我的血压是量不到的。好，一般人的血压我们讲收缩压110到140嘛，舒张压70到90嘛，对不对？好，所以大概你们知道收缩压大概平均120左右，我40不到，你量不到我的血压，所以送到急诊的时候是直接推进去急救室，因为量不到血压，对，就是低血压性休克。好，因为心跳太快了，然后他来不及把心脏的血打出去，就走了。好啦，没有那么恐怖啦。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发作的，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所以没有当兵啦。我是要解释为什么没有当兵，所以拉得很远。对，因为我心脏多一条神经。那这也是一种巧合啦哈，因为这个病不用当兵，我是最后1年。我的下一届就要当兵了，为什么？因为发明了治疗的方法了，而且开始普及了。好，治疗方法就是从这个鼠溪，好，从鼠溪动脉放一个管子，一直放到心脏那里，然后找到那一条多出来的神经，然后把它做电烧，把它烧掉。好，所以大概我应该在16、17岁的时候就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到现在56岁了。其实到现在健康快乐，哈 ，OK， 好，但是我很多个案其实蛮多这个病的啦，哈。那时候发作的时候也很好玩，那时候其实我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当实习医生啊，这段有些同学可能听过哈。那实习生就到手术房里面拉钩嘛，拉钩大家知道就是开刀的时候旁边要有人拉开嘛，让那个主治医师把那个开刀做整理，就在旁边帮忙啦，对，帮忙拉钩啊，帮忙止血啦，帮忙什么。那我记得那天不知道是什么，那天好像是肝肿瘤切除手术，然后我就进去帮忙，实习生嘛，就像每个医院的这个吉祥物一样，到处跑来跑去。我们其实我们当年见习跟实习的时候，真的很有趣啦，因为大5、大6是见习嘛，所以大概全台北市的大医院我们都跑遍了，什么荣总啦、振兴啦、北医啦、长庚啦、仁爱啦、马街啦，因为见习就是看。好，我们大5、大6是见习，就大概所有台北市的大医院，大概全都跑遍了。那见习就在旁边就看嘛，就看看。那实习就要进去帮忙了。好，大体那很早，大体那是大4就开始了，那大3、大4就开始了。我现在讲是后面临床的了。然后实习就要进去帮忙。那天刚好在台北荣总的那个开刀房，那结果我在拉钩拉到一半的时候就砰，突然发作了。
突然发作，因为这个发作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警，它不会有任何的 sign。然后我就这个坐在那个墙角那边休息。就后来那天那个值班的总医师就过来，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恢复室。他的恢复室是一般手术完的病人要去恢复室，就我就躺在恢复室，然后接那个心电图那些都接上去。就后来那个恢复室的那个主任就来了，怎么一个实习生躺在那里？怎么没有跟他报告？就把那个总医师骂一顿。万一出事怎么办？因为大家实习生就是医院的宝贝嘛，就像以前那个我们当兵成功岭那个宝贝有没有？这么一个实习生躺在这里没有通知他，来做心电图干嘛？那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后来就不用当兵，对，那我这个就是不用当兵的最后一年，就我的下一年就变成他要你去治疗，治疗完了继续去当兵。OK， 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实相。那故事讲完了，我们今天讲的是民国94年之后的年轻人。好，那我最近其实遇到一些家长啦，哈，就是他的孩子可能是国小跟国中，就开始焦虑了，就想说现在年轻人小朋友以后当兵是不是要上战场当炮灰啊？就开始在问一些移民的事情，你知道哈？要到哪边移民？我这个同学在笑，你是不是在问了？来，有还没有？那你知道旁边有人这样做吗？有在问？你看有没有？大声说，有哈。好，就是那种很宝贝自己家小孩，可是因为现在人都生的少嘛，而且搞不好过2-3年，女孩子也要当兵啊，男女平等啊，为什么男生当兵，女生就不用当兵？那你以后爸妈财产要不要分？你不要分，那没什么财产当然不要分啊。我说很多的你要不要分？那财产你要不要分？当兵你又不当，各位是合理嘛？啊，像女生要不生的嘞，不生的嘞，那又歧视那个不生的啊，对，那不生不结婚的呢，对不对 ？OK， 好，这完全不成理由哈，歧视那个没有生的。好，所以开始焦虑，对我讲的就是那个焦虑。好，所以年轻人其实很迷惘。各位，我们都当过年轻人，说实话，从年轻岁月走过来，我觉得真的是蛮辛苦的。所以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没有心事，可是很焦虑。第一个焦虑家庭，第二个焦虑学业，第三个焦虑未来到底能不能工作赚到钱。各位，所以你们说你小孩子没有烦恼，其实不对。年轻人其实很多烦恼，好，非常多烦恼。对，好，那再讲个笑话，其实人年纪越大，应该是要越少烦恼，因为都快走了嘛。可是其实并没有啊，烦恼更多，不一定。对，好，所以我再讲年轻人哈。好，我先讲周星驰的电影好了啦。周星驰的电影，来那个借我一下哈。这个帮我那个对，那个年轻人我还是要讲哈，年轻人请加入我们的青年团，然后跟我们的佩仪主任联络哈。那为什么是佩仪主任？刚提到，因为所有的主任就只有他最年轻嘛。好，然后也这里也要讲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30岁，他们说了我就跟着照说，好不好？OK， 好，那也要讲一下福利了哈，因为我太太其实一直对年轻人是非常有兴趣，而且很热心啦。好，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商量，她要不要1个月跟这些年轻人说说话。好，从她自己是一个心理师的一个角度，从她自己在台湾念书然后在国外在纽约求学了将近10几年，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验。想跟年轻人分享一下，到底怎么来面对自己的人生跟未来哈。所以参加青年团的这个人就是
我跟我太太讨论，大概1个月可能会安排一个时间，好让他来跟年轻人说说话。好，那这堂课应该是免费的，免费的。好，就是我们希望为年轻人来提供很多的福利。好，来，我们今天的讲座的主题是英雄谈不谈爱？哈，好，那来，我先来谈周星驰好了哈。好，周星驰我先讲一个我个人的观点。那大家都认为周星驰是一个，然后他的片很好笑嘛，然后反正他的片就是很好笑，然后当年在香港票房卖得很好，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对周星驰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意思是，大家都觉得他的片没水准，但是很好笑。所以我们一边看周星驰的片，我们一边偷偷觉得自己水准不高，但是又觉得很好笑，又忍不住想看。对，而且每次看都还很好笑，每次看他在播又忍不住要再看一遍。OK， 所以好像华人地区重播率最高，而且每次重播都还会有人看的片，应该就是周星驰的片。好，那这里我就要帮周星驰说说话哈。其实我个人觉得周星驰是一个哲学家，没有人这样说过哦，这是我第一个说的哦。如果有认识周星驰的哈，或是有上他的网站的人哈，麻烦跟他讲一下哈。台湾有一位许天胜医师说，大家都不了解你，其实他说，你真正的本质是一个哲学家。来，我跟你讲，周星驰会回你，他会回你，因为他发现终于有一个人懂他了。记得如果有任何管道，你们可以留言或联络到周星驰，记得跟他讲，带这一句话给他。来，镜头的同学带这句话给他。台湾有一个精神科医师，不是病人，是医生。精神科医生不是病人。他说周星驰其实是一个哲学家，因为周星驰的电影其实想表达一种哲学。好，来，于是试着从这个哲学跟大家谈一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在《大话西游》里面，就至尊宝，还有青霞跟紫霞那个部分，有没有很好笑？月光宝盒有没有？咻，500年前，咻，500年后 ，OK。好，提到孙悟空的爱情或是另外一部片舒淇主演的那个西游降魔篇，对不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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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后来请这个孙悟空帮他降服猪妖，那部片有没有？就是那个水里面的妖怪那个沙悟净，对不对？然后唱那个孩子孩子，为何你这么坏？欺骗说谎，为何你做出来？对不对？那个唐诗300首，对，儿歌300首了哈。对，好，这里面其实有人说，《西游降魔》这部片讲的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讲是唐三藏的爱情故事，从头到尾讲的是唐三藏跟舒淇的爱情故事，有看出来吗？没有看出来的，回去再看一次，对不对？然后唐三藏不是做一个很蹩脚的驱魔师吗？结果什么魔都驱不了，还被魔欺负吗？对，然后最后不是这个弄懂的那个大日如来真经有没有？最后降服了孙悟空嘛，对不对？记得这个降魔的那个电影哈。好，这整部片在探讨一个哲学问题：当我们在追求大爱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小爱牺牲掉？周星驰一直在探讨一个哲学问题，就是当今天你要开悟，不管你是沙悟净、孙悟空，还是猪八戒，还是唐三藏，这同学去烫头发了。好，不管你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还是沙悟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所以各位记不记得，唐三藏在跟他师父对话的时候，师父跟他一边对话一边吃着一只鸡腿，有没有？师父就一直跟他说，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对，他师父跟他说，明明你就喜欢人家舒淇呀，明明心里很喜欢，嘴巴又不说，对不对？那唐三藏就跟师父说，师父，你出家人怎么可以吃鸡腿呢？师父就说，我心中没有鸡腿呀。对，可是他就跟他徒弟说，你心中有鸡腿又不敢吃，因为你顾虑到戒律。有听懂意思吗？你顾虑到戒律。好，就是师父跟他说，你心中明明爱舒淇，爱得要死，可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出家人，是不可以的，因为出家人要追求大爱，出家人要追求大爱。等一下我们再讲到英雄，好不好？然后英雄，出家人要追求大爱，所以就不能有小爱。好，所以周星驰想探讨这个哲学问题。好，是不是今天我们要开悟解脱，我们就应该要所谓的离欲断爱？好，离就是背离、离弃，所以要把所有的欲望消灭掉，包括肉欲、食欲、贪欲、物质的欲望，对不对？断爱，把爱断裂。好，所以在追求所谓的大爱，是不是要把小爱消灭掉？所以在整个降魔里面这部电影里面，好，舒淇周星驰在探讨唐三藏要成道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他把小爱断掉了，还是他真的臣服了？所以最后唐三藏是因为承认了他对舒淇的爱，他才开悟解脱，还是因为他把它切断掉？所以各位理解许医师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许医师说周星驰是一个哲学家？他在探讨这件事，好，到底我们所谓的开悟解脱，是不是就是要把所有一切的情欲斩断？我们讲要这个断舍离嘛，或是要六根清净嘛，或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小爱切断掉？来，好，学士为什么说周星驰是个哲学家？因为他试图在这部电影里面传达他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想要追求所谓你的大爱，但是本质上大爱小爱并没有差别，其实大爱就是小爱，小爱就是大爱，差别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各位懂我意思哈？就是爱本身并无大小，爱一个人跟爱全世界的众生都是一样的。对，你爱一个王八蛋，跟爱一个伟人，爱的本质都是怎么样？一样的，爱的本质没有不同，差别的是我们的心。所以后来唐三藏的师父跟他说，这个玄奘啊，爱没有大小之分，到有一天你明白了，
大爱也是小爱，小爱就是大爱，你就可以知道，原来儿歌300首就是大日如来真经。2本书其实是同一本书，只是你的心把它分别了。各位，是我们的分别心，才把大爱、小爱分别开来。好，所以身为众生，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不断的来转世轮回？因为有夫妻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亲人之爱，而慢慢再从这些爱里面去看到我们的分别心，最后这个所谓的小爱才有办法进入所谓的大爱。什么样？将心比心，就是所谓的同理心。借由你爱你的小孩，你关心你的小孩，你希望你的小孩子快乐，到你希望全天下的小孩都什么快乐。就好像简单来讲，你不希望你的孩子上战场，你也不希望全天下的孩子上战场一样。各位理解我的意思？所以如果没有所谓的小爱，就不会有大爱。来，懂了吗？所以赛斯讲过一句话，如果你无法爱一个人，你就不可能爱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过去以为的大爱是我不要去爱一个人，因为我要爱很多人，有没有？对，来各位，赛斯说这是骗人的。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一个人，甚至如果这样讲的话，你没有通过所谓的小爱，不会有大爱的。可是过去我们用分别心把它怎么样对立了，把它变一个取舍了。各位理解许医师的意思？我们用分别心把它对立跟取舍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好，所以来各位，如果有任何可以留言的麻烦告诉周星驰。台湾有一个许天胜医师，是一个什么精神科医师，不是病人，特别交代说其实在他的嬉笑怒骂之下，他本身他是在思考生命的本质的一个什么哲学家。好，来，徐师在讲另外一个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好了。来，功夫知道嘛或是所谓的少林足球。来，这2部电影，来，功夫跟少林足球。来，我们讲功夫里面的那个男主角，来是一个什么？地痞流氓啊，一个想加入斧头帮，人家不要他的啊，然后跟他的师弟两边在搞笑啊。你杀过人吗？我很凶的有没有？各位，他从一个连杀人都没有杀过人，然后上的公车不是看到一个戴眼镜的那个眼镜哥吗？对，还被人家痛揍一顿嘛。各位，所以周星驰的电影里面的这个男主角的英雄是怎么样？非常的孬弱，来懦弱、胆小、没用，想加入斧头帮，想耍狠，想学人家斧头帮去砍人，就一辈子也没砍过任何一个人，最后只好去抢了卖棒棒糖的那个小女孩的那个棒棒糖跟冰淇淋在。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一个欺负弱小，没用，然后带着他的那个去那个理头发有没有去勒索人家有没有？然后被打得跟猪头一样。就在功夫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就是一个胆小、懦弱、没用。来，各位，他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呢？
代表所有的凡人呢、好，想加入斧头帮，又从来没有砍过任何人，对，只敢去欺负那个卖冰淇淋的，啊，那个后来破碎掉的那个棒棒糖，有没有？是啊，好，可是最后，哈，他却是哈当然这是电影的情节了哈，百年难得一见的什么武学奇才，好，打败了火云邪神。好，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英雄。英雄，来，你去看周星驰笔下的那些英雄，好，他电影里面英雄，包括那个至尊宝有没有？对，至尊宝也好，那个食神里面，来，其实食神有人在写他自己哦，所以他拍的某部电影都是他自己的自传，各位听懂了吗？好，还有你们留言给周星驰说，台湾有一个许天胜医师，是一个精神科医师，他说你拍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在写你的什么？自传。他每一部电影都是在讲他自己，他会马上跟你联络。真的，我不会骗你，因为他会发现，终于有人懂他了，终于有人懂他了，他终于被懂了。他每一部电影都在讲他自己，包括那个食神，好，史蒂芬周有没有？刚开始多骄傲，多骄傲，对不对？对，后来不是被打败了吗？然后跑到少林寺厨房，再重新学，后来变食神嘛，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发现？好，周星驰笔下的英雄，每一个刚开始都是一般人，懦弱，或骄傲，或失败，或瘪三。来，记不记得那少林足球那个？有没有？各位混的多惨啊，连买一双球鞋都买不起啊！还有那个卖馒头的那个，帮他缝缝补补啊，上面还有一个 Hello Kitty 啊。然后要给人家拿馒头吃，唱了一段歌，要跟他换馒头，人家不跟他换啊。哎呦，每只馒头做的怎么样怎么样？好，人家不给他馒头吃。OK， 好，那我刚刚讲周星驰电影里面的每一个英雄，好，包括我刚讲的功夫里面的那个，大力金刚腿有没有 ？OK， 或食神里面的那个很骄傲的史蒂芬周，对，或刚降魔里面的那个很没用的唐三藏驱魔师，各位，OK， 它其实都代表了什么？所有的众生。各位，就是一般人，就是一般人，就是一般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是啊。但是他的电影里面都有一个很奇怪的转折，来，我再举个那个，后来变成丐帮帮主那部片叫什么？武状元苏乞儿，这个才更好笑。对，对，他爹把他丢在一堆狗里面，然后跟他爹说：“爹，你至少给我一根棒子吧，你要我练成打狗棒法。”就是他爹不是要把他关在烟囱里面吗？然后放一堆狗进去，有没有？又很假，那些狗的眼睛要动来动去。好，爹，你把我关到烟囱里面，放一堆狗，要我练成打狗棒法，起码给我一根棒子吧。OK， 武状元苏乞儿里面一样，讲一个很骄傲自大广东将军的儿子，连识字都不识字，有没有？最后考上了武状元，我被皇帝发现他不认识字，被贬为乞丐，好，最后在睡梦的过程当中，学会了什么？睡梦罗汉拳。
所以每个周星驰的电影里面都隐含着一个开悟的过程。来，我回来刚讲，好，每部电影都是他的自传，记得。还有第三个哈，记得跟他说，好，每个周星驰的电影都暗含着开悟，开悟啊，怎么样？一部都没看过，啊，这里面每一部我都至少看过10遍以上。麻烦好好看一遍好不好？OK， 周星驰的每一部电影其实都暗含着一个开悟的历程，开悟的历程。好，比如说，来武状元苏乞儿，后来他被坏人废掉全身的武功，有没有？然后变成一个乞丐，然后甚至大过年的没东西吃，还到人家家门口去乞讨，对，历经沧桑。好，所以现在经历苦难的同学不要难过，买房子被骗的同学不要难过，这就是上帝给你的一个考验。还有怀疑老公有外遇要离婚的，也不要难过，好吧？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来，学士告诉大家，不论你人生经历多少痛苦、悲哀，记得饭要吃，觉要睡。你们就记得徐师交代各位这2件事。好，第一个当然不能自杀，不能自杀，因为自杀还要再来一次 ，OK， 很麻烦的。好，第一个不要自杀。第二个，天大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记得饭要吃，觉要睡。来，各位跟我念一遍，不管天大的事。来，第一件事是什么？饭要吃。对，你记得这2个原则。做不了就来找我们的青年团的总召，找我们新北的吉祥物。已经有外遇了，那饭要再多吃一点，觉要再多睡一点。好，因为吃饭就可以变成食神，睡觉就可以变成武状元苏乞儿，好不好 ？OK， 好，就是不管生命有多少的困难，多大的痛苦，天塌下来的事。各位，就算家破人亡，就算国破家亡，都要记得怎么样？饭要吃，觉要睡。好，天下没有大不了的事。好，人生就是一场梦，好不好？天大的事，雨桐，好，记得饭要吃，觉要睡。好，想哭就哭，没关系。还有应婷，想哭就哭，失去婚姻没什么大不了的。好，这位姐姐已经离完婚了，那位姐姐根本还未婚。这位哥哥老婆也死了好多年了。那位妹妹根本连嫁都嫁不出去。OK， 好啦，不管天大的事，好不好？饭要吃，觉要睡。好，学士刚提到，每个周星驰的电影都有一个开悟的部分。开悟之前，这个男主角一定要经过磨难，经过挫败，甚至要经过被背叛。好，你看那个武状元苏乞儿是怎么样从威风不可一世的广东将军的儿子，到变成一个乞丐，到变成在皇帝面前承认他不认识字。对，然后当然武状元就是作弊来的了，因为武状元还是会要拟这个笔试，好，要写什么兵法啦、布阵啦。
他就作弊了，被贬为乞丐，然后全身武功被废，对不对？后来他是怎么练成睡梦罗汉拳，练成打狗棒法？打狗棒法很简单，就是给你一堆狗跟一根棍子，就练成了。好，最后还练成了降龙18掌。OK， 好，所以所有这些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徐徐刚提到都是他的自传。好，包含我刚讲《食神》这部电影，好，其实就是在讲他成功之后，他变骄傲了，他变骄傲了，就一夕之间被取代，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各位就好像很多成名的艺人，好，成名的歌手一样，对，大起大落，好，大起大落，就像台湾早年的那些歌手，唱什么蓝宝石夜总会有没有？我听说都是后车厢塞满的钱呢、啊，后车厢都塞满了钱，那些钱这样一箱一箱的。早年台湾那些跑工地秀的艺人歌手，好像高凌风以前早年有没有？对，然后旁边都2个女郎嘛，打火机有没有？我的热情啊，像那一把火，对不对？对，还记得这个冷笑话吗？哪一种动物最热情？啊？还记得吗？哪一种动物最热情？刚讲了、啊，乌猪呀，乌色的猪呀，乌猪热情啊，像那一把火。乌猪热情啊，乌猪不是黑色的猪吗？所以最热情的动物是什么？大声说一遍。乌猪，乌色的猪，黑色的猪，不好笑吗？明慧，不是高凌风的歌，那也就是高凌风的歌啊。我现在正式宣布它是高凌风的歌，你要怎样咬我啊？好，来 ，OK。所以来再讲一遍，哪一种动物最热情？我们现在是在讲 OD 这件事，是在讲是不是高凌风的歌这件事吗？就这样想我们现在是在讲眼睛干不干的事吗？我们是在讲拿着2把西瓜刀从南天门杀到北天门，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我们是在讲眼睛干不干的事吗？好吧，笑话讲完了哈。OK， 来，哪种动物最热情 ？OD。OK， 好。所以，就像当年高凌风在唱这个餐厅秀的时候，哇，那个每次是一皮箱一皮箱的现钞。好，来，我们回到开悟的部分。所有周星驰的电影里面都有一个很奇怪的转折。好，其实那就是一个开悟，开悟。从食神里面他被打败了，后来到少林寺里面，有没有18铜人？记得那个吗？被18铜人这样每次，然后得罪少林寺方丈，因为他中毒的部位在下面嘛。少林寺方丈坚持要把毒吸出来，因为他中毒的部位在下体，结果他不让少林寺的方丈吸，对不对？得罪了少林寺方丈，就每天就被18铜人伺候，后来终于恢复了。想笑就笑，不要捂着嘴在那边假装有气质的样子。OK， 好，后来经历了这个少林寺厨房的历练，少林18铜人的历练，终于又变成真正的食神了。OK， 好，所以徐师要讲这个开悟，徐师今天也要讲这个开悟。好，然后我们再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支持赛斯教育基金会，支持赛斯网络电视台，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一起看世界，来体验共同创造的一切。